一是父母离婚后，你没有跟着妈妈去豪门，而是选择跟了爸爸和哥哥，最后却被他们送去联姻，惨死在了婚礼当天。而这一世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妈妈，大哥却指着你的鼻子大声斥责，三哥一脸嫌弃地指着你的鼻子骂，而二哥却连看都不看你，仿佛看你一眼都会脏了他的眼睛。在父亲夏荣渊的怒斥中，姐姐夏婉婉走上前拉住他的胳膊，笑得一脸人畜无害。爸爸，妹妹只是有点贪慕虚荣而已，她想跟着妈妈就让她跟着妈妈吧，反正我要跟着爸爸，还有哥哥，我们才是有血缘关系最亲的一家人。夏荣渊一把将夏婉婉抱在怀里，眼中闪着泪花，还是我的婉婉乖，不像某个人，是我的花我的，养了这么多年，居然养了个白眼狼，忘恩负义。你看着死死瞪着你眼含怒意的夏荣渊，心里却自嘲地笑了一下。夏荣渊说多了，其实他并没有养你几年，8岁那年因为他的大意和疏忽你走丢了，直到15岁那年你才被找回来。可回来后迎接你的不是弥补与爱护，是一次次的伤害和嫌弃，甚至还有姐姐的恶毒和父亲和哥哥们的纵容，所以前世的你才会死得那么惨。哥哥们绑了你，强压着你嫁给了原本姐姐的未婚夫，而姐姐又在结婚当天在网上控诉你嫌贫爱富抢了她的男人。可这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结婚当晚你就被那个男人拿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而也是那个时候你才知道，男人因车祸伤了命脉，不能人道，所以发疯般的喜欢欺凌他人。而姐姐因为钱勾引了男人后，才发现了男人的恶习，所以就叫哥哥们将你送了过去。他在网上博取同情丽人设圈钱，在绝望中你看着男人手拿鞭子再次一步步靠近，最后一刻你用尽全身力气推开落地窗，从5层别墅跳了下去，直到临死前你都记得男人恶魔般的脸。在夏荣渊的咒骂声中，你走到母亲于淑欣的面前，牵起她的手，妈妈，我想跟你在一起。于淑欣冲你笑了笑，慈爱的摸了摸你的头，拉着你的手就要离开，身后突然传来三哥夏新兰急吼吼的声音，夏茵茵，你别后悔，你以为你去了裴家他们就会对你很好吗？你转过身，眼神冰冷又平静地看着他，三哥是觉得你们对我很好吗？你的话瞬间就将夏新兰噎住，自你回家后你从来都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又怎么敢反驳他们？夏新兰的心里瞬间升起一团怒气，夏茵茵，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我们对你不好吗？你们对我好吗？只要是姐姐喜欢的东西我连碰都不能碰，可我也是你们的妹妹，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偏心？夏新兰微微皱眉，满脸的不耐烦，还不是因为你嫉妒姐姐？再说你平时就喜欢欺负姐姐，是姐姐大度才没和你计较。闻言你指着夏婉婉，满脸不可置信，我欺负她？难道不是吗？不过你走了也正好，省得留下来再欺负姐姐。你张大着嘴巴却发不出一丝反驳的声音，明明每次都是夏婉婉欺负你，在装可怜博取众人的同情。爸爸和哥哥们从来都是向着夏婉婉的，只有妈妈会站在你这边指责他们的不对。夏茵茵，你走吧，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忘恩负义的东西，赶紧滚，省得留下来再欺负婉婉。在大哥夏景川和二哥夏雨森的责骂声中，你牵起妈妈的手，一步一步朝着大门走去，口中还喃喃自语着，真不知道他们是真瞎还是装的。而夏婉婉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她躲在夏荣渊的怀里，眼中催满了恶毒。就算你去了裴家又能怎么样？到最后还不是被赶出来？上一世是他跟着于淑欣去了裴家，可裴家的几个哥哥很不好相处，对他冷言冷语，视若无睹，特别是大哥裴景云没少为难他。裴家的老太爷和老夫人更是看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人前人后都对他尖酸刻薄，处处找他麻烦。上一世的夏婉婉在裴家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后他因为偷盗裴家的古董字画被赶出家门，差点死在外面。既然老天都觉得他可怜，让他回来，他还不如就待在夏家，好好的当夏家最受宠爱的大小姐。反正2年后夏家就会攀上那位大王，飞黄腾达，到时候说不定就连裴家他都不会放在眼里。此时的另一边，裴家公馆里，老五裴旭章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自家大哥裴景云说道：大哥，我听说咱们的新妹妹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裴景云拿着筷子的手一顿，黑色的眼眸灰暗不明，是于阿姨的女儿，就是马上要和爸爸结婚的那个青梅竹马。老六裴佑坤半倚在一旁的沙发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打着游戏。五哥，你说错了，她算我们哪门子的妹妹啊？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小丫头而已，来我们家就是为了享福罢了。裴旭章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小六说的也没错，像他们这种小姑娘我见得太多了，这么爱慕虚荣，人品一定也不怎么样。大哥，你说呢？裴景云并没有搭腔，反倒是看着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裴佑坤冷哼道：裴佑坤，你是想就这样打游戏到天亮吗？裴佑坤被裴景云吓得手一抖，差点把手里的手机丢掉。来了来了，我马上来。说着他就3步并2步的坐到了餐桌前，乖乖巧巧的吃起饭。要说裴家裴佑坤最怕的就属大哥裴景云，平日里对方就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裴佑坤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怕他。大哥，也不知道我们这位妹妹什么时候才会到，我倒是有些好奇这个贪慕虚荣的小姑娘到底长什么样子。裴佑坤的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汽车的鸣笛声。裴景云的面色一沉，不等他站起身，就有一道身影风一般从他的身边跑过去，甚至还不忘记整理自己的衣服。几兄弟面面相觑，一脸不敢相信刚跑出去的人是那个平日里一会这里疼一会那里疼的父亲裴怀安。裴景云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朝着书房走去。老六歪着头看他，大哥，你不一起去看看妹妹吗？可回应他的是裴景云没有停下的脚步声。他努了努嘴，大声喊道：你不去，那我去了。他倒是要看看这个新来的妹妹到底长什么样子，要是太丑了他可不认她。此时的你刚走下车，拎着书包躲在了于淑欣的身后。见你这么紧张，他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茵茵别怕，你裴叔叔人很好的，你以前不是见过他吗？你点了点头，你确实见过裴怀安，那是2年前，你被夏婉婉诬陷，被夏家众人赶出家门，你在大雨中站了一整夜，是裴怀安将烧到肺炎的你送去了医院并亲自照顾。只可惜那时的你却一心想要得到夏家众人的疼爱，根本没在意过裴怀安。裴怀安满脸笑意地站在于淑欣面前，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新做的发型。淑欣，你回来，这位就是小茵茵吧？我们2年前见过，你还记得我吗？你点了点头，笑盈盈地看着他，记得的，裴叔叔好，真乖，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裴怀安是真的喜欢你，他一直想要个女儿，可连生6个都是儿子，现在好了，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儿了。爸！裴怀安的身后传来一声叫喊声，裴佑坤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裴怀安一脸嫌弃，裴佑坤，你赶紧给我过来见见你妹妹。
你再这么慢，别逼着我踹你。妹妹，我裴佑坤就是裴家最小的，哪来的妹妹？不等他的话说完，裴怀安就朝着他的脑袋上一下，疼得裴佑坤嗷嗷的喊疼，可嘴上丝毫不让步。爸，我哪里说的不对了？我哪来的妹妹？我根本没有妹妹。裴怀安指了指你，一副在乱说我就打死你的样子，看着裴佑坤。茵茵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你还不赶紧说妹妹好？裴佑坤捂着头无奈的宠着你说了声妹妹好，可心里却暗自腹诽道，你看起来长得还挺漂亮的，像只小猫一样。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像你这样爱慕虚荣的小姑娘，心肯定都是黑的。看着裴佑坤，你走上前，你好，我叫夏茵茵，声音软糯娇气，连带着裴佑坤的声音也低了下来。我叫裴佑坤，也就是你的六哥。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又乖巧可爱的份上，我就勉强让你叫我一声六哥吧。话音刚落，裴怀安果不其然的又给他头上一个毛栗子，打得裴佑坤连连惨叫。你和于淑欣笑盈盈的看着打闹的两父子，一旁的老五裴旭章走到你面前，你好，我是你五哥裴旭章。你乖乖巧巧的看着他，又叫了声五哥好。裴旭章不得不承认你的声音确实很好听，尤其是叫哥哥的时候，可他还是不会对你放松警惕。教训完人的裴怀安看了眼身后，并没有看到自家大儿子的身影，反问道：老五，你大哥呢？大哥正在书房开会。爸，你知道的，大哥一直都很忙。裴怀安摆了摆手，算了算了，不管他了，有他那张扑克脸在，说不定还会吓到我们茵茵呢。话语间全是对裴景云的嫌弃。在裴怀安的带领下，一众人来到了餐厅，看着满桌的珍馐美酒，你不免大快朵颐起来。在夏家的这2年，你都被囚禁到地下1层的杂物间里，夏家众人偶尔想起来才会扔给你几个馒头吃。用餐期间，裴怀安轻柔的声音传来：茵茵是该上大学了吧？你赶忙将嘴里的食物咽下，连忙点头，我还有1年就要高考了。这样啊，老六那个兔崽子也是明年高考，到时候你们2个人还能做个伴。茵茵是在哪里上学？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裴佑坤见你一副乖乖女的样子，理所应当的以为你学习也很好，可你却低着头小声的回答：我在宁南一中。那是个什么学校？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在京城中学，你应该听说过吧？京城中学是燕市最好的学校，能进去的人非富则贵，要不就是学习特别好的特招生。夏婉婉就在那里上学。夏荣虫曾经跟你说过，他已经花了很多钱让姐姐去京城中学了，没有多余的钱再管你，所以就随便给你找了个3流高中塞了进去。学校氛围并不好，老师和同学都在混日子，而你又专注于讨好夏家人，学习什么的就被你落在了脑后。所以前世的你考了500多分，而夏婉婉则在各种精英家教的恶补下考了600多分，上了一个重点大学。你本来也是可以上大学的，可夏荣渊说什么都不肯，说你考得那么差还不够给他丢人的，转手就把你送去了联姻。你不肯，想偷偷跑去找妈妈求救，被他们发现后就打断了腿，扔进了狗笼子里。这一关就是整整2年。想起曾经的过往，你身体不住的颤抖。于淑欣连忙将你揽进怀里，茵茵你怎么了？靠在于淑欣的怀里，你的心终于安定下来。这一世你跟着妈妈已经远离了那个地狱，说什么你都不会再回去的。裴怀安在一旁不停的给你夹着菜，叫你多吃点。见自家老父亲一副不值钱的样子，裴佑坤一脸气愤，他长这么大都没感受过什么叫父亲夹菜的爱。转头看向你，喂，小不点，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18岁了。什么？你竟然18了？我还以为你才15、16岁。闻言，你将头埋得更低了。你长期在夏家遭受欺负，动不动就要出去罚站，吃饭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所以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小好几岁。于淑欣看着瘦弱的小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知道她不在的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也不知道夏家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可她也很自责当初没有能力带走你。茵茵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有些营养不良，所以要比同龄人看起来小一点。裴佑坤撇撇嘴，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那你可要多吃点，你这么瘦，说不定来一阵风就把你吹走了。闻言，裴怀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裴佑坤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果然啊，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了。你低垂着脑袋，不知道为什么裴家的几个哥哥都不喜欢你，是你哪里做的不好吗？不过你想，你乖一点，再乖一点，他们总会多喜欢你一点点的。晚饭结束，裴怀安就带你去了专门给你准备的房间。房间很大，很舒服，里面摆满了你喜欢的玩偶。你不止一次跟他确认这里真的是你的房间吗？见众人都点头确定，你才一股脑的趴在了床上。可能是累了，刚爬到床上的你没多久就睡着了。众人互相看了一眼，就轻轻退了出去。就连一向看你不顺眼的裴佑坤走路也小声起来。睡梦中，你抱着大大的林奈贝尔躺在裴怀安给你准备的粉色公主床上，柔软和温暖裹挟着你，全然没了曾经那个阴冷仓库发霉的味道。可一转眼，公主房就变成了巨大的狗笼子，周围漆黑又阴冷，你拼命的摇晃着。黑暗里，一个声音冲你说：夏茵茵，你就好好在笼子里待着吧，你要是再敢跑出去，我就打断你另一条腿。尖锐的声音刺穿你的耳膜，你听到自己拼命的喊着：不跑了，哥哥，我再也不跑了，求求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哥哥，求求你，求求你了，哥哥。你拼命摇晃着铁笼，可脚步声越走越远。茵茵，茵茵，恍惚间你听到有人在叫你，茵茵，我是哥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听到哥哥2个字，你瞬间清醒，尖叫着出声，可在看清来人后却猛然怔住了。